斗岩厅终于完全安静下来，魏无羡却是没心思去管他们是什么反应了。他看着站在他身旁的这些人，微微晃神。他的师姐还好好的站在他身前，为他据理力争，江澄也没有和他反目成仇。而蓝忘机一如这段时间他所做的那般，站在他身后半步，不遗余力地维护他。这次他终于不再是一个人了，他在乎的人都还陪在自己身边。众人皆沉默不语，蓝曦臣此时却站了起来。魏公子心性如何，我无法置评，可单就他愿意主动向我蓝氏寻求帮助，销毁阴虎符，便可知他不是嗜杀奸邪之辈。金光善闻言眉头一跳，连忙问道：那魏公子可真是深明大义，是我等误会了。那不知阴虎符？蓝忘机淡声道：已毁一半。金光善心想，还有一半也还好。结果蓝曦臣又接着道：魏公子将阴虎符一分为二，何则有效？如今毁去一半，阴虎符也只是一块怨气重些的废铁，已无作用，另一半等此间事了，自会销毁。这下彻底没戏了。可金光善仍不死心，有劳魏公子和蓝氏的各位了。阴虎符的销毁想必极耗心神，剩余这一半也已经没什么用处了，不如就交给我们金氏代劳。魏无羡一挑眉，人一放松下来，又开始没个正形，手一抬，十分方便地搭在蓝忘机的肩上，身子也顺势歪了过去。金宗主还真是善解人意，为人分忧啊。不过有一事，我想先跟金宗主好好掰扯掰扯。毁符那日，我们遭到一人突袭，抓住之后，发现居然是兰陵金氏的客卿，不知金宗主作何解释啊？金光善脸色彻底黑了下来。蓝曦臣适时拍手，立刻有门生驾着一身穿金星雪浪袍的人迈了进来。金子轩一脸难以置信，死盯着那人，眼珠子都要瞪出来。立刻有人认出他的身份，薛洋，这不是岳阳的那个小流氓薛洋吗？这人年纪不大，脸上总是勾着嘴角，扬着几分笑意，却因为不达眼底，露出几分狡黠与阴险。见人出声，他挑着眉看过去，状若一脸天真的模样，看得那人一阵胆寒。魏无羡歪着脑袋看他，说说呗，你是什么人，又为什么要阻挠我们销毁阴虎符？众人皆以为他定然死咬不开口，结果薛洋意外的十分坦诚，张口就接了底。金氏客卿辈，金光善发现你跟着蓝忘机去姑苏了，派我去打探消息，有机会就把阴虎符给拿回来。此言一出，坐下一片哗然。有人出声问道：金宗主何故要你这般？怕不是你在胡言乱语？薛洋轻蔑一笑，嘲讽道：何故？当然是想要阴虎符喽，这么好一个宝贝，他当然不能放过。我也想瞧瞧这宝贝，还能看见大名鼎鼎的夷陵老祖，就跑去姑苏喽。我懒得替他办事，给他传过一次信就没理他了。不过夷陵老祖果真名不虚传，那阴虎符真厉害。这小孩言辞间对金光善毫无敬意，却意外对魏无羡有几分推崇之意。魏无羡不禁好奇道：你不替他办事，那你干嘛要阻止我们毁符？薛洋顿时一脸悲痛：我当然要阻止，不然看你暴殄天物吗？你要是不想要，给我也行啊。那可不行，没门，那东西必须毁，而且现在只剩一半废铁了，给你也没用。薛洋不死心问道：那你收了我也行，教教我修轨道呗。魏无羡翻了翻白眼：你怎么想学这玩意儿？见到它不香吗？还是你年纪轻轻提不动剑？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打得火热，众人有些无语地看着他们，想出声又插不上话。最后还是蓝忘机捏了捏搭在自己肩上的那只手，才将人喊了回来。魏无羡一拍大脑：哦，不好意思跑题了。那事实诸位应该都清楚了，不知谁还有什么疑问？能有什么疑问？谁还敢有什么疑问？不瞎的都看得出云梦江氏和姑苏蓝氏都是护着魏无羡的。眼下因为阴虎符一事，聂明觉看着金光善的目光都要喷火了，清河聂氏的态度可见一斑。兰陵金氏此番这个篓子捧得好像太大了些。金子轩一脸灰败，正欲说点什么挽救一下金氏仅存的颜面，大厅内蓦地传来一声沉闷的肉体撞击声。众人抬头发现首座上的金光善忽然倒了下来。
父亲。虽说金光善觊觎阴虎符是事实，构陷魏无羡的目的也是昭然若揭，但怎么说也是金氏的家主，就这么被人下了毒，还是必须要追查到底的。这一查就查出了件大事，金光善所中之毒是九绝散，毒性烈起效快，而此前侍女已经替他换过一盏酒，所以毒是临时下的。藏毒的器物极有可能还藏在身上，金子轩当即下令派人挨个搜身。这一搜可不得了，秣陵苏氏的家主苏舍苏敏善拒不配合搜身，立刻遭到窦岩厅内一众修士的怀疑。拉拉扯扯之中，不仅从他身上调出了装有九绝散的瓷瓶，还在他的胸膛上发现了好些狰狞的黑洞。有眼尖的修士立刻喊道：是千疮百孔咒反弹的咒印。魏无羡目光登时凝固了，他咬牙切齿地看着苏舍，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：是你。苏舍见事情败露，也懒得再费心思伪装下去，理了理衣襟，一拂广袖。没错，就是我。魏无羡简直要被他这般理直气壮的作态气笑了，拳头紧握，捏得骨节嘎吱作响。我得罪过你吗？我跟你无冤无仇，甚至根本就和你不熟。没有这个千疮百孔咒，就不会有金子勋去穷奇道劫杀他的事，金子轩也不会因赶来阻止而被发狂的温宁一拳穿胸，温情温宁也不用为了保全他和其他族人上金陵台请罪而被挫骨扬灰，更不会有不夜天那一晚的漫天血红和师姐逐渐冷去的尸身。魏无羡双目赤红，杀意如实质喷涌而出，手中陈情紧握，怨气萦绕，仿佛下一刻就要冲出束缚，将眼前人吞噬殆尽。谁知苏舍冷笑道：你不会以为我是为了陷害你才给金子勋下咒的吧？少自以为是了，我不过是想这么做罢了。他这种目中无人之辈，我见一个杀一个。他嗤笑一声，语气里尽是嘲讽。不过谁知道他们都认定是你魏无羡做的，这脏水虽然不是我泼的，但既然他们都要这么想，我定是不会阻拦的。此话一出，四座修士皆是心中突突一跳，不约而同地偷偷看了一眼魏无羡，随即很快移开了目光。苏舍所言不假，在真相败露之前，他们都认定千疮百孔这等恶咒一定是魏无羡下的，或者换句话说，玄门百家出了任何事，他们可能都会把屎盆子扣在魏无羡头上。那可是夷陵老祖，鬼道开创者，丧心病狂，无恶不作，无所不能。魏无羡一直紧盯着苏舍，可这人说话时虽是看着他的方向，视线却是锁在他身边的蓝忘机身上。尤其是说到目中无人之辈时，更是目光阴郁怨愤，咬牙切齿的要择人而视。他忽然觉得这种眼神，自己似乎在哪里见过，脑海中一顿翻天覆地，猛然浮现出几幅画面：彩衣阵、碧灵湖、水行渊、落入水中的剑。屠戮玄武将绵绵推出去的那只手射向自己的那一剑。原来是他。魏无羡想通了这其中缘由，脸色惨然，放声大笑起来。居然是因为这种人，这种理由，让他最后落得那般众叛亲离、人人喊打的地步，还累得师姐为了救自己而被一剑穿喉，生生在自己面前气息全无。魏无羡拿着陈情的手一抬，想起什么后又颓然落下。不，就算不是他，也会是别人。魏无羡绝望地承认了这个事实。玄门百家有任何一点风吹草动，他魏无羡都会被立刻置于风口浪尖。就算偏安于乱葬岗，不问世事，不惹是非，是非也会自己找上门来。是这世道容不下他，容不下他的道。他独身一人行走在黑暗之中，眼前只有一座望不到尽头的独木桥。他势单力薄，举步维艰，抱着满心满身的伤从独木上摔落，如折翼之鸟，再无法翱翔天际。然后有一只手捉住了他。魏无羡抬眸，绚烂的光撕破漆黑的夜，耀眼刺目，温暖的令人想落泪。蓝忘机握住了他的手，熟悉的低沉嗓音在耳边响起，带着无与伦比的安心，唤道：魏婴。
江厌离担忧地看着魏无羡，抬手揉了揉他的发，立刻得来几下可怜兮兮的挨蹭，随即转身冷着脸道：诸位，如今亲眼所见，可还有人敢质疑阿羡？金子勋公子在没有弄清事实的情况下，不分青红皂白就将罪责扣在阿羡身上，还带人去劫杀他，这一桩兰陵金氏是否应当给个交代？